如果灭绝恐龙的小行星今天再次袭来，从进入大气层到撞击地面，人类连1秒的反应时间都没有。这不是电影桥段，是6600万年前真实发生的灾难。那颗14公里的岩石释放了100万亿吨 TNT 当量的能量，直接让地球75%的物种彻底消失。我现在问你一个扎心的问题，同样的危机降临现代，我们真的能活下来吗？看完这条视频，你会得到3个颠覆认知的答案。第一，核弹炸小行星是最愚蠢的方案，科幻片全在误导你。第二，NASA 成功撞偏小行星，却让科学家陷入更深的恐慌。第三，想要抵御小行星撞击，我们最少需要10年准备，少1天都可能万劫不复。今天的内容会彻底打破你对人类防御能力的所有幻想。很多人觉得小行星撞击是1年1遇的巧合，和自己毫无关系。真相是，地球每天都在承受小行星的撞击。我们眼中的流星就是它们在大气层燃烧的残骸，真正致命的是直径超140米的近地小行星，一枚就能抹平一座超级城市，坠入海洋则会引发灭绝级海啸。NASA 已经登记在册的近地小行星超34000颗，2400颗被列为高危天体。但最恐怖的是，这类足以毁灭城市的小行星，人类仅仅发现了40%，剩下超过1半的威胁正在太阳系中悄然飞行，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你以为顶尖望远镜能提前数十年锁定威胁？大错特错。小行星本身不发光，只能依靠微弱的太阳光反射被观测，轨道不规则，亮度极低，都让探测难上加难。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事件就是最血淋淋的教训。一颗20米的小行星从天而降，冲击波导致上千人受伤，而在撞击前，全球没有任何一台望远镜捕捉到它的踪迹。原因简单到绝望，它从太阳方向飞来，刺眼的阳光成了它最好的掩护，就像开车时被远光灯晃瞎，完全看不清前方的危险。我们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挡不住小行星，而是根本发现不了它。当危机被发现，人类手握5种应对方案：动能撞击、发射航天器撞击小行星、轻微偏移轨道，这是目前唯一施测过的方案；引力拖拽，利用航天器引力缓慢牵引，耗时长达10数年；离子束偏转，依靠离子束持续推力改变轨迹，仍停留在理论阶段；表面喷涂改轨，借助光压差异调整轨道，可行性未知；核爆偏转，利用核爆产生反冲力，这是大众最熟知，却是科学界最不推荐的方案。核弹不仅无法彻底摧毁小行星，还会让它分裂成无数碎片，变成覆盖全球的陨石雨，危害比原本更大。而人类唯一一次实战，藏着让人不安的秘密。2022年 NASA 的 DART 探测器以 6.1 公里每秒的速度撞击了小行星迪莫福斯。撞击前，它的公转周期为11小时55分钟，撞击后直接缩短33分钟，效果远超 NASA 的预期。这份超额成功并非完全是航天器的功劳，撞击溅射的碎石形成了额外反冲力，如同火箭助推，才大幅改变了轨道。这听起来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实则暗藏危机。这意味着防御效果完全取决于小行星材质，坚硬的铁镍合金小行星撞击只会留下浅坑，松散的碎石堆小行星撞击会直接让其解体，化作漫天威胁。我们能成功偏移一颗小行星，却无法预判下一颗的模样，这就是最无力的现实。我们模拟一场末日危机，一颗300米小行星10年后将撞击地球，1到6个月，全球天文台反复观测，确认撞击轨迹，排除虚惊；6到18个月，联合分析小行星材质、轨道，敲定防御方案；2到5年，加急研发、制造并发射拦截航天器；5到8年，探测器奔赴目标，完成撞击；10年，持续监测轨道，确认危机解除。整套流程至少需要7到8年。一旦预警时间低于5年，温和的动能撞击来不及实施，我们只能赌上未经验证的核爆方案。行星防御的核心从来不是顶尖科技，而是足够的时间。我们总自诩为地球的主宰，能精准定位外卖小哥的位置，能探索遥远的火星，却对头顶60%的未知威胁一无所知。NASA 专门填补探测盲区的红外望远镜，要等到2028年才能发射。我们没有随时待命的防御系统，每次危机都要从零开始。这就像一座没有消防站的城市，等到大火燃起，才开始建造消防车。最后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真相：小行星撞击是必然事件，只是时间未知。
DART 任务证明了可行性，却无法应对所有类型的小行星。预警时间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底线。恐龙因为没有智慧，灭绝于天灾。我们拥有科技，却依旧在忽视生存的隐患。现在我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仅有5年预警时间，你会选择1动能撞击，还是2核爆赌一把？评论区打出你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，这对我非常重要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。